Yo, 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阿豪 ATS。今天带大家冲出海外，没有错。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中国长沙。来中国长沙做什么呢？就是要来带大家看几款很特别，可能即将要来到马来西亚的车款啊。当然，看到我身边这一台呢，就是之前在马来西亚国际车展也是有展出的一台方程豹的豹5啊。这个方程豹的豹5，我个人非常喜欢啊。当然，今天我们不会讲方程豹的豹5，我们会来讲另外一台车。这台车呢不是普通的大，它是一个巨型硬核越野 SUV， 而且我相信今天在讲这一部影片的时候呢，我全程要这样抬着头啊，这样子来介绍这台车呢，才会有那个 feeling 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台车它是一个比亚迪的高端品牌，叫做仰望啊，就好像这样子，叫一只仰望这主持节目才会有这个仰望 UN 的 feeling 啊。OK， 其实昨天呢就有带大家到这个仰望的 showroom 那边去看了这一台车，可是昨天拍摄的时候呢，就犯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就是我的这个麦克风忘记开机，所以今天你们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，可以说是补拍的，可是也会搭配昨天拍的一些画面来使用啦。好，这一台呢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混动硬核型越野 SUV， 而且这一台仰望 U8 呢是一个100万级别的车型啊，它在中国的售价呢是超过100万人民币的，所以如果这一台车有机会来到马来西亚，它的价钱也是很够力就对了啦。这样子的价位可以买到什么样的东西呢？现在我们就来细细品尝啦。OK，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车头 design 哦，比起一些现在主流的 SUV 来讲的话，这一台仰望 U8 呢，它在前脸部分就很有自己的个人设计风格，尤其是这个钻石啊，哇，这个真的超级多力的。然后它的车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从上方延伸到下面这样子来啊，形状就是折来折去，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折角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都是这种钻石型的。当它亮起来的时候呢，真的是星光点点啊，哇，非常的够力。这样它的大灯躲去哪里了呢？它的大灯就在这边下面啊，所以这台车呢，给我有一个 feeling， 就是感觉它要把最多、最给、最好料的东西带给大家啊。然后讲到多呢，是不是多等于好呢？对于仰望 U8 的这个设计理念来讲，很有可能是多等于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它这个 front grille 嘛，这样多粒钻石，这个车灯里面这样多粒这个 LED daylight， 什么东西都比它的对手多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顶上面啊，有3个好像 taxi 的那个 cap 这样的东西啊，那个东西其实不是 taxi 的那个告诉你里面有乘客啊还是怎样，其实上面那3颗东西是一个 lidar 来的，用来侦测前方车辆啊，做到更加够力、更加精准的侦测啊。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大镜上方有几颗镜头啦，这个镜头也是做到前方侦测的功能。当然，这台车的镜头呢，我不确定有没有那个行车记录器功能啦。如果有行车记录器功能，就真的是 very good job 了。目前我们马来西亚现有在卖着的一些车款，都很少见到是有 built-in 在里面的 dash cam。讲到行车记录器，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、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，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。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，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1944P 的解析度，还有 HDR 功能啊。HDR 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，突然间又变暗，你过桥底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。当然，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 2 IMX675 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，高动态范围提升10%，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%啊，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，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，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。这一台 A510呢，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，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，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，可以放慢来看，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，车牌号码、车身款式、颜色，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。当然，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。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，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，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。
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，这一次 A510也是有这一项功能，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。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，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。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，只要安装一个 A510，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，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，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！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，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，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，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，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哦，有 Shopee、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，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，Let's go。OK， 回到今天的主题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一台车啊，你看它的这个轮胎，它是一个 All Terrain 的轮胎，然后轮胎尺寸方面呢，285/55R20，然后它的 rim 呢是这一种双色调的 rim， 里面有一个很巨大的 brake caliper， 黑色的，然后它是6个 piston， 哇，也是很多啊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台车有一个地方就是比我看过的其他这种 SUV 来的更加多的，就是 side mirror 上面有2条 LED 灯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下方呢，这里有1颗、2颗，我感觉上好像随随便便就可以看到2、3颗镜头在它的这个 side mirror 下面，看到吗？它的尾灯啊也是要比其他的多啊。这个钻石形状呢，在里面我看应该是有超过100粒啊。然后这里是1条灯条，在上面这边也可以看到有1条灯条啊。这个轮子呢是外露在外面的啦，它是一个 off-road 的轮胎，直接 mount 在它的后面 bonnet 上面。可是我们昨天在 showroom 看的呢，它是有一个盖子的，然后它的盖子呢是一个8角形啊。然后这台仰望的 U8呢，我们其实昨天有看了它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才艺表演啊，就是这台车啊，其实它可以进行这个原地掉头，在原地360度没有打方向盘的情况下，直接跟你转一个 U-turn 啊。因为它的这个轮子啊是用4个电机来驱动的，所以它的轮子呢是可以单独转动的，2颗向前转，2颗向后转，这样就是可以直接把它在原地这样进行一个360的旋转。再来就是这台车呢，昨天还有做了这个车身刚性测试啊，就是把这辆车呢开上那个斜坡上面去，甚至某些情况下这台车只有3颗轮子接触地面啊，在那种情况下呢，整台车也是可以稳稳的走过那个斜坡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够力，好像一个拱桥这样子，又好像 roller coaster 这样子的一个轨道，就是让它测试这台车在上坡还有下坡的能力啊。这一台车因为它是一个硬核型的 PHEV SUV， 所以这台车一定要可以实现这种比较激烈的驾驶。那昨天我们就有看到这辆车哦，它在上那个斜坡的时候是完全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非常的安静，感觉到就是毫不费力啊。如果说昨天我们看到的是可能那种70年代、80年代的那种 Land Cruiser 啊，要上那个斜坡应该就是满天的黑烟了吧。可是因为这台车它是一个 PHEV 的情况下，所以在上坡跟下坡的时候几乎是完全听不到任何的声音，而且它的上下是非常的平顺。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台车它不只是上去然后下来不了，它还 reverse 回去那个上坡，真的是有 impress 到我啊。整个过程呢看起来就是 very 的 good job 啊。那这辆车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？我觉得这个机会可能不是很大。首先它是 PHEV， 所以它没有办法享有这个马来西亚的180%免税啦。再来就是这台车在中国这边呢，它的售价是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了，所以来到马来西亚就是800、900千啊，可能还会更贵。所以这一台车我相信没有什么机会会来到马来西亚。但是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，因为可以参加这个比亚迪他们所举办的这个活动，所以有机会可以来看到这一台车，一睹它做一些刚才我讲的那种才艺表演。那今天非常可惜我们没有机会试驾到这台车，但是也给大家看了这台车非常多的 info 啊，尤其是它的整个外观啊，哇，真的非常巨大，很大台啊！你看我站在它旁边这样子，非常的夸张。这台是一个改装版本哦。昨天我们在它的 showroom 里面看的呢，就是一台量产版本。OK，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台车仰望 U8 的整个外观？哇，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很像 Transformer 这样子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外观的话，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哦。可能仰望他们会注意到你们的留言，有机会可能他们会把这台车带到马来西亚给大家看啦。当然我也希望这台车有机会出现在马来西亚，因为很不一样，真的很不一样。OK 啦，今天的这个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。接下来呢，还有更多我们这一趟旅程为大家
带来的一些试驾体验，还有一辆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非常够力的车款现在不可以讲，因为有这个保密机制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透露太多。可是这台车已经是为我们量产好了，然后这一辆车呢，即将来到马来西亚完爆它的对手，因为目前马来西亚相信只有一家那个对手在卖着这一类型的车型，而且也一家独大了很多年，一家独大很多年还不要紧，然后它还换代了很多次，所以一定要有另外一个品牌进去把它拉下神台，就是我们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。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就知道了啦。OK， 今天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，我是阿豪 ATH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，Goodbye。